当年的昆仑大战，大老板便是那个战胜武林各派高手的绝世高手。他苦心孤诣地谋划了这么些年，一定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目的。我从阿三的师傅那里得知，当年老李与义父比武时受了重伤，一直卧病在床，根本不可能再去杀义父。真正的凶手到底是谁？孙敏最终还是知道了所有的真相，他的生父便是剑神，而他一直在寻找的那个神秘杀手，便是他自己。阿三突然查出，大老板是白云城主与一扶桑小妾所生的儿子，可他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随江湖浮沉，相与负一处却难分。伤碎只在方寸，刀光剑影下骨心魂。爱被追逐的一瞬，飘向雨中岁月沉沦。有谁望海阔波澜生，见证风雨里乾坤。乘着风挥洒天地纵横，阅荆棘凭感动洗尽烟尘。你心几多情意有分，能不能让心动变永恒？莫提有谁人曾问。再说一次，扶桑杂庄，白云城反贼的狗崽儿。我早知自己必死，在临死之前不说上你几句，岂不是太吃亏了？你一开始没有杀我，我早就得逞了。你虽然口无遮拦，但也不失为一条汉子。对于硬汉，我通常会让他死得更加绝望，所以会给你和剑神一样的死法。
阿三，哎，你没睡就好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在路上遇到几个忍者，他们肯定是大老板的手下。我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把他们全部干掉。阿三，阿三，阿三，你别吓我，阿三。你不要说话，你不要说话。我告诉他，走，不要看着我死。阿三，怎么了？奈何太匆匆，爱恨封存一念之中。不羡江湖去何从，只因你心痛。飘香一剑，为情问梦。长剑恨不相逢，望断岁月清风。若不能，何苦惊鸿？开口却无声，情痴心一瞬天崩。如果等不到与你重逢，何处才会是归程？如果遇不见你的身影，千战天下，何惧来生？如果遇不见你的身影，千战天下，何惧来生？扶摇万苍穹，轮回宿命，是一夜你的影踪。爱恨共长歌，万语成空，风心所爱，指尖相拥。兄弟，我死的时候你烧了2个给我，现在我烧4个给你，够兄弟了吧？真不知道你上辈子修什么福，竟然认识我这种兄弟。我看你下辈子怎么还。
还记得我第一次到酒馆的时候，你让我试试手气赌2把，我带了10两进去，竟输了20两。我那时候觉得你这个庄家出老千，于是呢，我们一言不合就打起来了。当我被天之教背叛之后，我流离失所，东躲西藏，好几次差点连命都没了。你这臭小子不怕得罪天正教，敢收留我？你这个人什么都好，就是长得丑而已。既会赚钱，又会做生意，还有个俊俏的娘子。你明明知道自己快成亲了，还逞什么英雄？你他娘的很能打是吧？你是搞情报的，你有个脑子！你出卖我也好，服软也好，你把你知道的全部都说出来啊！知道吗？他就是个蠢货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，人家诚心让人梳头，再怎么说也要找个命好的。他去找我，他娘的第一天认识我是吧？难道他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？我这个人，谁靠近我谁倒霉，谁靠近我谁就会被我害死啊！他全部都不懂，他不懂。如果阿三没有出事的话，现在已经和美玉成亲了，他一定会跑过来跟你说，洞房花烛夜有多高兴，多浪漫。10个月之后，他会带着你的干儿子来跟你咿咿呀呀的要红包，你也会有事没事就跑去他的酒馆，跟他口无遮拦的说各种玩笑话。你也只有在他面前才可以畅所欲言。兄弟还没说，就知道对方要讲什么，可他却被你给害死了。你说什么？给我闭嘴！但是你也知道，阿三他没有怪你，是你自己没有办法原谅你自己。一峰，你听我一句劝，放过你自己吧。你不要再说，你不要再说。好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其实这些我都懂的。跟我回去了，我陪着你啊，没事了。都过去了。你终于还是知道了自己的身世。是。我一直都想找一个好的时机再告诉你，可是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好的时机。其实很多事情就应该交给老天爷来处理。自从我见到我爹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老师之前隐瞒我的身世，其实都是为了保护我。你的处境，你的心情我都明白。如果你需要时间来平复的话，那么西门家的人从不花时间去伤感。那么你想恢复西门这个本性吗？我娘是为了保护我而死的，所以我用她的姓氏来纪念她也是应该的。况且对于西门家的人来说，名字和姓氏都是没有意义的。真是难为你了，这么短的时间让你急速成长。所谓成长，不过就是在受了打击之后不被打倒罢了。哎，对了，一峰回来了吧？阿三过世了，他一定很伤心。
所以，他正提着一壶酒，在江边发呆呢。那一会儿我去找他聊聊。行了，要是没有其他什么事的话，你就先回去歇息吧。对了，我爹让我给您带一句话，他说，紫禁之巅的因果回来了。什么？我问我爹仇家是谁，他只让我告诉你一句，紫禁之巅的因果回来了。他说在适当的时候，您会告诉我是谁杀了他。紫禁之巅的因果？这不可能。一峰，老头，居然没有吓我，这不像你。这次我不想吓你。我就知道你以前是故意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不开心的人都愿意来望江呢？有江望江，有山望山。要不然这日子该怎么过呢？那是因为屈原，他的一个好朋友被害了之后，他在眺望江景的时候，写下了他的名章。屈原？你是说他有断袖癖是吧？此人乃是先贤，你可别乱说。不说了。救不了自己好朋友的心情，我知道。喂，老头，如果你是来安慰我的，就省省吧。你不需要。你第一天认识我是吧？不过就死了一个好朋友，有什么好伤心的？是他命不好。作为他的朋友，我只要想着怎么帮他报仇就行了。你说的有道理。不过，我还欠你一个道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曾经想要杀你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因为你以为我杀了你的义父，所以你就跟那个薛若弼，不，应该说是那个假装的薛佩瑜，设计了圈套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你跟薛姑娘找南平回来的时候，你的神色不平之中带有几分杀意，我就派钟敬去查探，后来才发现，这个所谓的薛姑娘，便是天真教主。哦，怪不得你不让画舫驶回聚贤山庄，原来你早有防备。小心驶得万年船。不过，要是我把聚贤山庄的地点告诉薛若弼，你不也一样完蛋？没错，不过我相信你不会这么做的。全山庄所有人的性命就凭你一个信字，要是你真是杀我义父的仇人，我一样会一把火把聚贤山庄烧了。但山庄始终没有警报，而你也始终没有向天真教透露山庄的地点。一个人有没有善意，我是能看得出来的。聚贤山庄情报网那么厉害，这也查得到。不过关于你的一切，我倒是有4个时辰一无所知。哪4个时辰？你在客栈青魔毒发之后，有一批人把你接走了，我们的人尽力去追赶，还是跟丢了。后来你又被送回来。这4个时辰，你去了哪儿？见过谁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我想当你觉得合适的时候，你自然会告诉我。不过，我倒是有一言相劝，不是把所有的事情都扛在肩上，那才叫做大丈夫。尤其是，在你有了可以信任的同伴的时候。进。锦衣卫百户，钟敬，参见徐大人。这里只有你我2人，不用行官场之礼。坐吧。义父，我一直安排你潜伏在聚贤山庄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为朝廷尽忠效力是应该的。老李已经放弃独自上京的念头了吧？对，不过
他只对孙敏说过此事，对其他人则是三缄其口。这样挺好啊。义父，其实您花了这么大的功夫建立聚贤山庄，又冒着奇险隐瞒皇上，您觉得值吗？我这样做也是为了皇上。平南王和国师任意杀戮，伤尽了武林元气。一旦朝廷有难，何来武士保护啊？又不能让聚贤山庄的人知道，又要保留让人明白此事来龙去脉的证据，还要冒着欺君犯上的危险。义父，您真是仗幼生以度险狭。唉，我这一生啊，都在官场为官，哪一日不仗幼生以度险狭呀？今天看起来是错，明日方知道是对，单凭一颗忠君爱民之心而已。跟了李老这么久，他着实是仁人君子，并没有做过犯上作逆之事。这我知道，不过在一切大定之前，不可松懈呀。又是这句，怎么不合你心意？不敢。说说你查出了什么？平南王与国师，也就是青龙会的大老板，一同勾结扶桑人造反。现下只差一封密函。你这消息来自何处？其实我在天征教有内应。师姐，师姐，有了这个密函，我们就可以对付大老板了吗？北兄，现在我兵行险招，你知道的还是越少越好。师姐，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不如我们跟大师兄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把大老板让我们做的全都告诉他，他一定会原谅你的。的确是他逼我的，可是我真的做了很多对不起大师兄的事情。现在想要停止这一切，我就必须要对抗大老板。大老板把混长王爷的神兵作坊搬到我们天征教内，到时候情势不利，他一定会让天征教来背这个黑锅的。天征教是不会背黑锅的。我已经有办法可以对付他了。王爷现下放心了吧？铸造是恢复了，国师，我们现在有了计划，也有了兵器，只差兵马。要募兵，便要钱，你明白了吗？王爷不相信我吗？你我一同密谋，共商大业，本王自然信得过。可是你接洽的这批客人，那远在扶桑，我只担心你鞭长莫及，这笔生意风险很大。通常来讲，你的担心不无道理。就连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，说这第一批货就能收足全部的银两。但是我却能看到王爷所看不到的。看不到的，那是什么？王爷，这批客人并非是扶桑的商人，而是扶桑的幕府。他们不会将我们的兵器转手卖掉，而是会用到战场上。如果他们真的那么下作的话，只付定金而不付全款，那他们的敌人将会是我们最大的客人。只要等他们在战场上吃足了苦头，我们今日的损失也会10倍的赚回。原来如此，所以这次我才说，不能接太大的订单，即便是赔，也赔不了多少了。报！王爷，大事不好了！今日要传过来的密函被抢了。出来吧。钟大人，进来可好啊？
既然来了，又何必鬼鬼祟祟的？出来吧。哼，我倒是没想到，居然是你。不错，果然是让我惊喜啊！薛佩瑜的尸骨已长埋于黄土之下，而我眼前的薛姐又是何人？你既然知道我不是薛佩瑜，该不会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吧？的确挺让我惊讶的。天征教主脱下面具之后，竟是一张清秀可人的脸，看起来更像是正道忠良的后人，又或者是一位相夫教子的贤良妻子。谁又会知道你就是江湖上最恶名昭彰的邪教教主，又是那个把自己丈夫害至失去一臂的狠毒角色？少废话，亮剑吧。我今日来，并不是要跟你交手，我想跟你交换一个秘密，给你一个重获新生的机会。就凭你，能有这本事？我没有，但是他没有。天征教再厉害，也得靠锦衣卫的情报，才能截取这封密函。钟大人可真是口才了得。其实，你我合作，就是一场豪赌，只是这赌本不同罢了。至于最后的结果是赢是输，到底有没有下错注，一切都还只是个未知数。只要将平南王与大老板合谋造反的证据呈与皇上，任他武功再高，也不能抵挡攻之不尽的千军万马。即使他能逃脱，也变成一只过街老鼠，再也不是现在呼风唤雨的大老板。正如我一开始所言，这绝对是个双赢的局面。说的可真好。不过依我的经验，这想得越好，结果就会越糟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而已。东风已经在我手上了。好，我这就带你去见徐大人，请。老头，想什么呢？我在想两个想了很久都想不明白的问题：一，藏在幕后操纵一切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？二，我成立聚贤山庄的真正意义到底何在？我来呢，就是要告诉你前者的答案。你知道以后，很快就会知道后者的答案。那4个时辰，便是关键所在。义父，这位是天征教教主薛若碧姑娘。啊，是吕夫人吧？徐大人好。哈哈哈，大家不必拘谨，来坐。啊，我们3个在此会面的意图，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了。让青龙会的大老板死，让平南王死。从薛教主的角度看，也许是正确的，但是要扳倒此2人，必须看我们手上是否有他们犯下死罪的真凭实据。这是扶桑国岛津家和郭岛家2家幕府向平南王和大老板所下的订单。这里面的内容就是购买一批武陵神兵利器的仿制品，而这批仿制品的品质
跟正品是一模一样的。主官稍等啊，马上就来。走，快走！走，上车去！大老板，闲杂人等已经驱赶走了，要不要上去？不必打草惊蛇，你们只需将客栈团团围住，一会儿谁出来，谁便是奸细。是。谕旨文书也可伪作，可有实证啊？平南王的作坊被聚贤山庄发现后，大老板便让平南王把作坊迁入天征教。现在这作坊就在天征教总坛内。义父如何？只有这一纸文书不行，但有薛教主里应外合，人赃并获，那便行了。义父，那我们赶快回宫集齐人马，缉拿大老板归案。静一下。怎么？你们听到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怎么会突然如此安静？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？这里是客栈，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？刚才我们来的时候，下面吃饭喝酒的人有很多，如今却一下子安静下来。我去查探一下。徐大人，怎么了？看来是他来了。是他，大老板。义父，你是朝廷重臣，他一定不敢对你怎么样的。就是因为我是朝廷重臣，随时可以跟皇上进言，所以他不会放过我的。而且，他连扶桑人也敢勾结，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？那我们杀出去吧。既然大老板来了，就算再多3个我们还是杀不出去。我是朝廷重臣，必死。薛教主是他们的叛徒，必死。我是他们的对头，必死。好了，抵抗是咱们3个人必死的结果。如果义父，没有如果。若是今日气数已尽，我誓死相随。薛教主，世上是不是真有点穴功夫？义父，你不能这样。哑穴真的存在吗？薛教主，如果你收到内野的通知，来到这里是为了夺取密函，你是否有脱身的机会啊？若如此，还有话可说。如果钟敬就是你在聚贤山庄的内应，那又如何？奶奶看怎么说了，总比跟他们动手强。坐以待毙，3个人必死。若略施小计，你们2个还有生还的机会，可为天下人诛奸邪，答案显而易见。徐大人，这计策是有了，但也要钟敬同意才行。今儿啊，一旦我死了，敌人的动静，咱们的方略，就你一个人知道。你要是随我于地下，当然是效益，但却置朝廷的安危于不顾。我教导了你20年，难道你只有平民百姓孝子般的水准吗？
你既然是我的义子，那便像个义子的样子，要和他们不一样。你清醒了没有？薛教主，辛苦了。义父，你这是在命令我看着你死啊！我命令你留有用之身，继续我未完成的事业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做得到还是做不到？我做得到，但是我不想这样做。徐大人，您的要求是英雄豪杰的本色，一般常人只会被自己的爱恨所左右。你让钟敬做这种事情，真是强人所难啊！谁说我不行？景儿啊，记住，无论什么时候，都要坚韧。徐大人，你是我第一次如此佩服的一个人。你是我平生所见第一勇士。没想到，临死之前，竟然被武林高手称为勇士。钟敬，你再跟你义父说最后一句话吧，然后闭上眼睛。不必，我是徐天佑的义子，义父的所有遗愿将由我来继承，义父将永远与我同在，不必诀别。徐大人，上路吧。就是这个怪物，害死阿三，害得我家破人亡，害得武林鸡犬不宁。阿三是被气劲注入体内，膨胀五脏六腑，最后剑神之死已是同理。下手的，相信应该是同一个人。青龙会大老板，国师，紫禁之巅的因果，应该不是我想的太多了。这一切已经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，现在已经不只是武林恩怨之事了。老头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不明白的。虽然我不知道青龙会大老板的目的是什么，但我知道他很恐怖。他只需要轻吹一口气，便可让我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如果不是当年的事，武林正道可以受此人扶持，那么这些年江湖上就不会多生事端。可是，一切没有如果。现如今，这个人满心邪念，进行着种种阴谋诡计，此乃苍生之大祸啊！这个人非死不可。难道我们就没有机会赢他吗？根本没有。没有？不可能！任何一个武林高手都会有弱点。不管要我牺牲什么，我一定要跟这个死怪物同归于尽。你冷静点吧，一峰。你先把画方看好，我必须马上行动。在事情没有发展到更糟的情况下，找徐阁老商量对策。上！且慢，自己人。
大老板，你也太大意了吧！竟然把岛津家的订单都让人给劫了去。这要是让徐天佑带回京城，那可大事不妙啊！那你又为何在这里？为什么跟聚贤山庄的骨干在一起？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让人安心的解释。钟敬早已投向天征教，他是我安排在聚贤山庄的内线。我接到他的情报，说有人要将平南王勾结倭寇幕府的证据告诉徐天佑，情况紧急，我又来不及通知你，只好擅自行动。薛教主，你的能干之处，总是每每让我喜出望外。这话说出来，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呐。钟敬，你背叛了李探花，我想，你一定有一个让我无可辩驳的理由吧？不是我背叛他，是他背叛我。他一直暗示会将聚贤山庄交给我。我为他出生入死，可自打孙敏从后勤转到前线，别说决策了，就连行动的机会也越来越少。我为了争回他的青睐，在平南王府连性命都不顾，他居然在我重伤的时候将所有事情交给孙敏。我康复之后，居然无所事事站在一旁，换了是你寒不寒心？这个理由，我倒是无可反驳呀。薛教主，你既然有个这样得力的内线，这想必你一定知道了聚贤山庄的地址。难道就因为形势紧迫，来不及通知我？大老板，我背叛老李，说明我是个生意人。聚贤山庄的地址是我手上最大的筹码，你觉得我会白白奉上？哼，我倒是想听听你的宏图大志。我不贪心，我只想拿回我应得的。我要成为聚贤山庄的一把手，成为一方武林霸主。我可以助你破了聚贤山庄，但是你不能把它烧成平地。以后，它归我管，我归你管。真是一点破绽都没有啊！啊，对了，薛教主，你来的时候看到是谁在勾结徐天佑吗？我来的时候，徐天佑在看密函，我想那个奸细已经逃走了，应该只是个无名小卒。你想得太简单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已经抓住了元凶祸首。匆匆，爱恨封存一念之中。不羡江湖去何从，只因你心痛。飘香一剑，为情问梦。长剑恨不相逢，
望断岁月清风，若不能，何苦惊鸿？开口却无声，前世心一瞬天崩。